赵公明俯腰大笑。上次与海神你一别呀，贫道当真是畅快呀。李长寿皱眉道一句：莫非道友是用我上次所说之法，又去碰旁人了？碰这个字儿用的当真巧妙。赵公明顿时笑眯了眼。上次得道友指点，贫道特意在犀牛贺州转了这么几圈，将那些早就看不顺眼之人拽出来，好好收拾了一番。海神，你猜怎么着？李长寿苦笑道：他们莫非都不敢将事闹大？道友知我也。道友啊，这事可不能常做。您是截教外门大弟子，必由宫中圣前客呀。这碰人之事确实能让您一时爽快，但是对您的名声影响当真是太大了。赵公明摆摆手淡然道：名声都是斗法打出来的，这不是还有道友你做的那套大道誓言吗？这誓言一出，他们谁敢对外乱提呀？就是近来吧，我觉得这般路数有些太过单一啊。海神你看还有没有点新的花样啊？大哥！赵公明身后传来一声轻唤：可否将那大道誓言让小妹也过过眼？当然。赵公明在袖中摸出龙族出品的布帛，用仙力递给了已起身的琼霄。顺势赵公明又对李长寿介绍道：海神，来这边看，这是我义妹，平日里在三仙岛上修行，道号唤作琼霄。李长寿这才顺着赵公明的手势朝琼霄看去，而那边起身的仙子也将遮掩自身的神通撤下，显露出了真容真形。这便是大名鼎鼎的三霄之琼。玉缕兰草裙，青丝伴流云，纤腰束浅带，白靴裹巧足。这般人物，说他长相绝美显得单薄，讲他身段玲珑又显得太俗。李长寿的心底赞叹几声，笑着恭维一句：久闻三仙经世名，今日得见，不须先路一行。琼霄那张小巧精致的俏脸抿嘴一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却小声地回道：道友谬赞，不知道有道号是哪般？我听大哥说你道号是长庚道人，这怕是个化名吧？好厉害的仙子啊！李长寿的心底一凛，却是不慌不忙地回了一句：道号姓名不过一称呼，我与赵道友相交，不图名利，不图结教硬币，冲的只是一个缘法。赵公明闻言，目中满是感慨，轻喝一声：好一个缘法！李长寿暗道不对，赵公明与三霄可都是今后封神榜上有名之人，而且跟赵公明关系不错的，在封神大劫中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李长寿立刻转移话题：两位道友今日前来，不知所谓何事啊？这个赵公明捏着胡须对琼霄使了一个眼色。琼霄心底一叹，并未按照大哥嘱咐的那般，反而开始兴师问罪。今日我前来此地，是有一事要问一问道友。道友唆使我大哥不断去找西方麻烦，到底是何居心？赵公明忙道：三妹，你这怎么说话呢？李长寿却是不慌不忙，大不了就是指道人一剑自爆呗。他笑道：唆使二字我可担当不起，可否请赵道友将那日道友打了西方教圣人门下三弟子之后的情形详细说与琼霄仙子？赵公明点点头，
并未察觉到李长寿话语中的陷阱。当下赵公明从他将那驼背道人打伤扔到此地，与李长寿如何商量，后面又如何算计碰瓷儿，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那一次事件其实是李长寿的指导人自爆引发了后事，但是这一掐头一去尾由赵公明讲出来，入了琼霄的耳中，顿时就成了赵公明惹下麻烦，海神仗义出手，出谋划策。琼霄面露惨色，对李长寿盈盈一礼，李长寿连忙端着拂尘还礼。琼霄叹道：倒是我误会了道友，还请道友勿怪。仙子不必介怀，我也是与赵道友，不对，趣味相投这4个字是绝对不能说的，有缘2个字更是洪荒之毒。李长寿立刻改口笑道：碰上了，大家都是3教练气势，自该互相帮扶。赵公明在旁抚须轻笑，琼霄却是话音一转，开始替大哥说事。长庚道友，我大哥这次前来是想问问，此法可有其他路数？还有其他路数？仙子为何不劝着赵道友？李长寿苦笑道：哎呀，此法当真是与自身无异，只不过是当时情急之下的应对之策呀。琼霄眨眨眼，扭头看着赵公明：大哥，你可否为我演示一番？这到底是如何碰的？我刚才听你说个大概，确实没听明白呢。赵公明哈哈大笑几声，走到后堂正中，右手对着一只木椅轻点，那木椅顿时化作了木人，竖在侧旁。借这只木人，赵公明表演了一遍洪荒碰瓷儿标准套路，先是打一顿出气儿，而后开始卖惨，引对方上钩。双方比惨时，暗中用流影球反咬对方一口，逼对方立下大道誓言。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当真是想问一句：大爷，你为何这么熟练啊？琼霄在旁掩口笑个不停，珠钗都晃得有些偏移了。李长寿的心底悠悠一叹，也不知三仙岛平日里该是何等欢乐且沙雕。赵公明很快就演示完，看向李长寿，那威风堂堂的面容上写着几分求赞扬。李长寿只能道一句：道友好功力。过奖，都是海神教的好。不是，我没有，这个锅可千万别甩给我啊，我可没教你到处碰瓷儿去。李长寿心底急呼，却只是笑着对琼霄道了句：仙子您看，这办法能随便用吗？长此以往，赵道友的名声那岂不是……我觉得……琼霄摸着下巴沉吟2声，瞧脸李长寿笑道：道友你当真是个妙人，这等妙计也能想得出来。李长寿有点恍神，琼霄已经起身走到赵公明身旁，沉吟几声道了句：大哥，你再做一遍吐血那里。好。赵公明痛痛快快地答应了一声，捂着胸口后退几步，张口喷出了漫天血沫。道友你好生狠毒啊，贫道这伤没有几万年怕是好不了了。这……琼霄笑得花枝轻摇。大哥，你这里太过浮夸了。但若有人在旁配合，应该不错。大哥，你且再吐血，我从一旁过来试试。当下赵公明又吐了一口血，噔噔噔后退几步，收起了定海神珠。大哥！一旁突然传来了轻呼声，琼霄仙子匆匆入场，连忙将赵公明搀扶住。你这是怎了？这对兄妹倒是默契十足。赵公明指着那木人：好贼子！琼霄顿时一声轻喝，薄怒微嗔，
在背后摸出了一把3尺长的大号剪刀，怒气冲冲地瞪着那牧人。说，你是想小事化了，还是想将此事闹大？赵公明一愣，顿时有所明悟，喜道：哎呀，我说近来此道陷入瓶颈，一直思索突破之法而不得，原来是这般啊，竟是少了一人配合。此道可成，此道可成矣。哎，海神你看，海神你怎么了？没事没事。李长寿眯着眼睛笑着，站起身来躬声道：道友，此法今后千万不要说是我所创，而且道友推陈出新，才是此道真正的开创者呀。哎呀，这不妥！李长寿连忙做道揖，还请道友务必妥一妥。琼霄在旁边轻轻眨眼，嘴边划过了少许坏笑，却是抬头看了看天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送赵公明与琼霄离开之后，李长寿看着那2坛琼霄仙子酿造的仙酒，以及赵公明留下的一堆宝材，禁不住悠悠一叹：哎呀，我太难了。却说离了海神庙的赵公明与琼霄刚飞不过数千里，就发现了一道身影自9天落下，朝着下方大地而去。琼霄眨眨眼，小声道：那不是天庭的东木宫吗？他怎么在此地？赵公明却是心不在此处，笑道：三妹，你说咱们去找谁试试这新路数啊？啊，大哥，咱们不如……琼霄传声道了2句，赵公明略有些犹豫。这合适吗？没仇没怨的。咱们不伤他不就是了？走了，大哥。行吧。赵公明抚须一笑，与琼霄一同暗中追向了某位尚不知道自己将会遭遇什么的天庭重臣。赵大爷这么碰瓷儿下去，事情也有些不好办了。带坏截教乃至道门风气是小事，这要是封神大战时，赵公明元持10天军连败广成子、赤精子、道行天尊等人，再将他们抓起来扔到10绝连环大阵中，然后赵公明再表演一下。你们下手好狠！三教本是一家，我对你们处处留情，你们却要置我于死地。这个伤没有几个元会是好不了了。走，跟我去玉虚宫找二师婆。然后琼霄在旁边帮腔哭个几声，那不是乱了套了。李长寿抬手扶着额头，轻轻呻吟一声。哎呀，还好此时封神榜之事还没有定下，圣人老爷还未签押封神榜，此时尚不算惹出因果。这事儿我能怎么办啊？洪荒之大，但圣人老爷不出手，谁能管得住赵公明和三霄啊？截教那边已经开始出现变数，我难不成还要去帮阐教大佬们也扩增一些战术的思路？这虽然是玩笑话，这些事我躲还来不及呢，如何敢去掺和？但是这位赵大爷，我不能与之交恶，也不敢与之相交过深。三霄娘娘更不用说了，这般敢对圣人老爷下黑手的狠人，虽然是讲义气重感情，但福德终归是欠了一些。李长寿苦笑不已，心底叮了一声，自己给自己暗中配音。请问是否开启拯救三霄支线任务？任务奖励混元金斗、金交剪、三霄的好感。任务失败惩罚灰灰。否，1万遍，谢谢。玉帝陛下的那道旨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拧好。此时天庭的运转效率，因为缺少了太多正神，着实是慢了一些，太慢了一些。
有了那一道旨意，李长寿才能够得天道认可，正式的成为海神。南海海神应是一个正神之位，也是李长寿今后在封神大劫中的第一道保命符。就听得风中传来阵阵带着古怪口音的诵经之声。天地正法，以德为正。此时三教源流大会的现场，几位金仙境老道正在小湖中端坐，轮流讲解三教大道。李长寿却是不太敢听，万一有所触动，那不就美了。看样子三教源流大会还要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法爷鸟笼之事，因最后2只鸟笼被李长寿直接毁掉，当场扬灰，也算是告一段落了。但是李长寿的善后工作并没有停。待海神庙那边赵公明与琼霄走后，李长寿又去找掌门季无忧道谢，并主动交代云中子前辈在宝瓶中已经给了他诸多宝物之事。季无忧大教小宗之空虚掌门矣，自不会贪图他的一个小弟子的宝物，虽然也挺羡慕的。季无忧还不忘一边咳嗽一边叮嘱李长寿，宝物终究只是外物，自身修行才是根本。李长寿连连称是。云中子前辈给的灵宝中有防御类灵宝仙衣、仙靴，也有一些玉佩、项链等首饰，都是男子样式。其中有一杆灵宝级的仿判官笔，其威能十分不错，对李长寿的主战神通写经成法也有不错的增幅。李长寿对这支赝品的判官笔颇为喜爱，将之当作了自己的主兵刃。云中出品，必属精品。那件称得上是后天灵宝的宝物是一座小塔，这小塔有收人镇妖之功效，也可以用来当作板砖砸人。李长寿想了想，现如今给指导人配备后天灵宝还是太奢侈了一些，待自己后天灵宝多了，再装备给指导人军团也不迟。